你好，这是留日生活博主老孙，来自日本富山市，非常感谢你经常收看我拍的视频。今天我们来烙饼，来做苹果糯米饼。这个饼的特点第一，特别简单，超简单。第二个呢，香糯，又香又糯。第三个特点呢，酸甜，香糯酸甜，超级简单，特别推荐给你，真香，真好吃。夜太孤单，我太过思念，思绪哀愁万千，只羡鸳鸯不羡仙。雪花一片一片，片片为红颜，融化了春天，盼回南归的雁。夜太孤单，我太过思念，思绪哀愁万千，只羡鸳鸯不羡仙。雪花一片一片，片片为红颜，融化了春天，盼回南归的雁。我忍不住想快点告诉你，这个饼实在是太好吃了，糯米的香，苹果的甜，脆脆的外皮加上软软的内心，那口感在嘴里真是美妙之极。250克糯米粉中加入10克糖，150克高筋面粉，用筷子将干粉混合均匀，然后烧一锅开水，量取110毫升开水，边加边搅拌，搅拌成絮状。然后在一个小碗里加入4克酵母，110克室温水，用筷子将酵母搅拌均匀。化开后的酵母倒进刚才的面盆里边，边加边搅匀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面呢，110毫升开水烫面，然后用110毫升凉水和面，这是一个半烫面的制作方法。之后下手揉成面团。糯米是糯稻脱壳的米，在中国南方称为糯米，而北方则称为江米，是制造粘性小吃，像粽子、八宝粥、各式甜品的主要原料。糯米营养丰富，为温补强壮食品，具有补充益气、健脾养胃、治虚汗之功效，对于食欲不佳、腹胀腹泻有一定的缓解作用。接下来在发面的同时，我们来准备苹果馅儿。取一个苹果，去皮儿，先切成片，再改刀切成丁，装盘备用。在日本的超市里，这一个苹果卖100日元，相当于6块钱人民币。苹果切好了以后，接下来在不粘锅里加30克糖，100毫升室温水，当糖水出现大气泡的时候，将切好的苹果丁放进来，慢慢煸炒，中火煸炒3分钟左右，锅里的水分基本上就靠干了。当闻到苹果的香味的时候，就可以出锅了。苹果含有充足的钾，可与体内过剩的钠结合并排出体外，从而降低血压。同时呢，钾离子能有效地保护血管，并降低高血压、中风的发生率。1个小时以后，我们的面发好了。因为这是糯米面发的不像高筋面粉那样的蜂窝状特别明显。将面拿到案板上揉1到2分钟。因为糯米不像高筋面粉那样有硬劲儿，揉一揉以后，你会感到比较好操作。直接将面团搓成长条，用刀分割成8个剂子，每个剂子我们烙一个小饼。糯米面特别容易风干，操作其中一个剂子的时候，其他剂子一定要盖上盆，防止风干。拿出一个剂子，用手捏出一个包子皮儿，
然后放进苹果馅儿，用虎口收口的方式封口。因为糯米粉皮很容易裂开，这里操作呢不要着急，慢慢的来，一点一点的。封好口以后，反过来按一按，用手掌按一按，一个饼皮就做好了。每做好一个饼皮，一定要放到盆里边，防止风干。8个饼皮全部完成以后，我们马上开始烙饼。在平底锅里加入少许油，凉油凉锅，放入饼皮。这里烙饼有2个要点：第一呢，一定要用小火慢慢煎；第二，要经常翻面。我这个电磁炉一共有12个档，我放在5上，一共烙了10分钟。水稻起源于我国长江领域，但是糯稻起源时间尚无考证。《诗经》中已有糯稻的记载。后来糯稻向东部和西南部扩散，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聚集区、日本、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形成了各自的糯稻饮食文化，并延传至今。粽子和汤圆分别是端午节和元宵节的特色糯米食品，代表着我国久远的传统文化，深受人们的喜爱。油糯饭、芝麻糯饭、糯米糕、糯米蒸肉是我国南方的传统美食，而糯米粉又是青团和果子等中日传统食品的主要原料。怎样判断饼是否烙熟了呢？用铲子压一压，饼马上能弹回来，饼呢马上反弹回来，就说明饼熟了，可以出锅了。这个饼软糯香甜，实在是太好吃了。建议你看视频看到这里以后呢，马上撂下手机，给孩子们做一次，孩子们会乐意吃的不得了。因为这个饼啊是用了发面，不粘牙，并且用的糖呢也很少，所以呢不但不粘牙，并且呢吃了以后特别健康。你看这颜值是否刺激你的味蕾呢？你还能坐得住吗？真是太好吃了。再看看里边的馅儿，你看满满的苹果馅儿，黏黏的，甜甜的，酸酸的，真是让人收不住啊。来看看苹果糯米饼烙好了，你看这颜色真漂亮。吃法啊，这个糯米这个香味真是香，还有苹果那个酸甜的味儿直冲鼻子来，马上把食欲勾起来了。下面我们来尝一尝。你看这小饼呢，你看满满的苹果的馅儿，一看这个颜色，这个食欲马上就上来了。简直了。这个外皮啊，因为是糯米的，真是特别糯，特别黏呀，有这个油煎的，有脆脆的，特别香。再有咬到这个苹果这个馅儿呢，苹果这个馅儿啊，酸淡的酸味，特别甜，酸甜加上糯米的香味混合在一起，哇，简直是美妙之极，太绝了。太好吃了。如果你吃过年糕，你能想象那个滋味，但是呢比年糕呢还好吃，不粘牙，因为里边有掺不光是糯米，还有掺的高筋面粉，并且呢苹果这个甜和那个纯糖那个甜的甜法还不一样，这个有种酸甜的甜味，并且觉得吃到嘴里呢特别清爽，
特别健康的感觉。太好吃了，强烈推荐给你。这个老人可以吃，孩子肯定是乐吃的不得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来，请你吃苹果糯米饼，真是太好了，一定要给孩子做一做。马上来食物了吗？做一个，这么简单，太棒了！哇，太好吃了！谢谢你的陪伴和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